澳洲流浪探险家克劳斯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克劳斯。我现在在帐篷和大家录视频，因为最近在做矿上的工作，很忙，没有来得及给大家拍视频。一直想要做一期关于怎么找到矿上工作的视频，今天正好有时间和大家做一期视频分享。其实我到西澳的目标就是为了去矿上工作。在我来西澳之前，我去考了一些关于矿上工作的一些证书，比如说 Working at Height, Enter the Confinement Space， 还有一个就是 Y Card， 也就是白卡，我也考了叉车证，考了一些酒牌啊 Food Safety 啊，反正就一些关于 Utility 的证书和关于 Trade Assistant 的证书，这两个我都准备了。考完了这些证书过后，我来到了 Perth， 我住了2周在 Perth， 我也试图去找 Utility 和 Trade Assistant 的工作，发现投简历没有用过，我开车去每一个中介我去投简历，大部分的都是失败的，要么他们让我去网上投简历，给我一些邮箱让我去投简历。所以说如果你在西澳想去实体店就 walk-in 去投简历的话，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，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以网上投简历为主。在这2周期间，我去做一些零工，比如说去做了一个 ham 厂的工作，做了3天过后，他觉得我不合适，给我辞退了。还有一个零工就是肌肉经销商，让我开大车，但是我没有那个 HR license， 我开那车都挺害怕的。送肌肉的话，我不好停车，那个车也太大。做了2天过后，我告诉那个老板，我说我不适合这份工作。在 City 找不到矿工的话，那我就去矿上去试试运气。于是我在小红书搜索了一下西澳的矿上的地址，就确定了一个卡古里，开车到卡古里。到卡古里的话没有住宿，我就搭帐篷，在卡古里开车20分钟左右的 campsite， 我在这里搭帐篷，有了住的地方，然后就去现场的中介去投简历，挨个问，我问了很多，要么就开过去地址已经换了，要么就已经倒闭了。其实我来卡古里还有一个插曲，我刚好给卡古里这边的一个中介发信息，他要了我所有的资料，就比如说我的税号啊、银行账户啊、super 啊，他都要，人的感觉就是很靠谱的感觉。所以说也是冲着这个中介，我开到这边，我马上去那个中介签了个到，就去找其他中介。过了不到1个星期，我之前那个中介就叫我去上工，给我份工作。第2天我就开车去矿区了，大概开了2个小时到矿区。我的工作就是一个压底 store person， 仓库管理员，工资呢是45块钱1个小时，干了一个 shift， 也就14天。干完了过后就回了 Perth 玩了，又回到这边卡古里操作中介。现在他给我派了一个活儿去做 trade assistant， 去一个打工，去给别人打下手，这是一个 drive in drive out 一个工作，巴士送过去。然后给大家分享就是，如果你在 city 你在投递简历，别人不要你，或者别人只要 PR 或者说要 citizen 的话，你又迫切想要赚钱，想要去矿上工作的话，我建议你来小镇，就来卡古里或者其他矿上的小镇，你得给当地的中介投简历，每周去签到1次，让他知道你在镇上的几率很大。定期他们会做下档的时候，你去做 trade assistant 工资也挺高的。或者说是你要稳的话，其实你去做 utility 就是稳的，因为他们那边缺人，他们的入门槛不算太高。如果你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的话，我建议你做 utility。如果你是想要工资高一点啊，或者说你进不了 utility， 什么 offer 都没有，你也有想在矿上做工作，我建议你来小镇。你到了小镇过后，找到住宿就去中介报到，有活他就会给你打电话。只要你做了1个 shift， 他之后每个 shift 他都会叫你，所以说只要你肯干，他们就会把你派到矿上去。工资啊肯定是比 utility 高一点点，做 utility 的说工资低一点，但是他这份工作稳定，他可以让你 fly in fly out， 你可以在 city 生活，不用受在小镇这种孤独的苦，看你怎么取舍。其实矿上的工作也很辛苦，在澳洲没有什么工作是不辛苦的，辛苦也有回报。要攒钱的话，来小镇嘛，这是我的看法。肯定也有其他人有高工资的工作，但是他们不分享给你。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，我把我的最好的分享给你，那些尤其是780他们没有把他的工作渠道推荐给你，这就是我的一个 difference。咱们做这个矿工的话，不需要太多经验，这么说就不需要经验，只要你有证书，像做工地一样。男生的话，我推荐你来做 trader assistant； 而女生的话，如果你身材比较娇小的话，可以做 utility。就是最好是要有车 driver license。这边工作是1周发1次工资，感觉比较有动力。我在视频这里贴一下我1周工资的工资单。
做 Trader Assistant 的话，他没告诉我多少钱1个小时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低不了，之后我再告诉你吧。我知道有很多在澳洲打工度假的人，他们都希望挣钱，和我一样就希望赚钱，不需要社交。再抱这种态度的话，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我去考了一阵，那一阵就是给钱就给过的，比如查车啊 ，Working and Height 啊 ，Enter the Conveyance Space 啊，这卡或者白卡什么，其实给钱就能过。License 价格的话，高空作业的价格是200多，密闭空间工作的是200多，查车比较贵一点，大概490。白卡的话100块钱之内搞定。Driver License 的话，你也得看你有国际驾照你就换，你没有驾照可以去学。有地理的一些证书的话，就网上考就行了，没有什么难的，就做题嘛，我都用 ChatGPT 找答案就行了，没有什么难度。人家是 online 的一个考试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关于工作的话，1天12个小时，它不会让你一直做工的，会有休息时间的，不会让你干得很快，要有一个 attitude 在，愿意去学就行。关于生活的，如果你是住在矿区的话，那每天包吃包住。做 Trader Assistant 的话，他们这边是做 drive in drive out。如果你想要在矿上有自己的职业规划或者怎样，推荐你去多学一些证书，比如说是 HR license 重卡，或者说是操作那些机械的一些证书。关于英语上，你会说会听，你肯定是需要英语的，因为你的同事大多数都是白人，或者说是local，会需要一点点英语基础，但是很高的英文基础不需要，不让你100%听懂的，80%你得听懂，你得有勇气去和别人交流，不要害怕，就得给自己有信心，不要害怕，自信就行了。矿上的话会很晒，你要戴遮阳帽的，擦防晒霜一定要注意，因为晒伤皮肤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肯定有其他更好的渠道去找到矿上工作，但是我暂时目前没有找到其他的方式。如果你是没有朋友可以类推啊这种，那肯定是最快的。如果你没有消息来源，建议你可以借鉴一下我找工作的一个路程。我这个小镇就叫卡古里，你来这边找当地的中介，等工的时候，如果你非常着急的话，你可以在镇上干一下其他的一些 housekeeping 之类的工作。人是活的嘛，多给自己找方法，就不要害怕，就去做工就行，很简单，就有工作我就有钱拿，这是我的一个给自己鼓励的方式，付出就有回报，我觉得这是非常让人 satisfied， 是让人治愈。还有就是关于工作，肯定12个小时很难啊，你在工作的时候多想想你休息的时候你要去哪里玩啊。比如说是我就会说，我放7天假的时候我要去 Perth， 我要见我朋友，我要和朋友去玩哪里玩。对，这就是你继续工作下去的信念。存钱的话，这边一周2-3千，税后的话你有2000块，就能存钱就行了。就是矿上的话，它其实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探索的一个职业，有很多的 entry level 的职业，大家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提升自己技能。你一直在这个行业干的话，你肯定会有自己的经验，或者说是有人脉了过后，你可以提升自己。如果你拿着打工度假的签证的话，我推荐你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，也会存到钱，工作拿钱。工作拿钱就是一个无情的赚钱机器，花完拿钱就是做你想要的事情。如果你还有关于矿上的一些疑问或疑惑，可以私信我，或者说是可以到我的视频的留言区告诉我，我给你解答。这是我找工作的一个小无偿的，就告诉你，如果之后有人来卡古里，我们可以一起听嘛。那咱们今天就分享在这里吧。如果之后有更多的消息来源，或者说是有更好的工作消息，我再和大家分享。再见啦，大家做好梦，晚安。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柯老师的视频的话，记得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。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再见了您呢。